嗨，大家好，我是 Jolo， 今天就讲一下 MBTI 性向不明的 Seventeen 成员。我频道内容是关于追星你可能不知道的各种好事，如果感兴趣的话，一定不要忘了按下订阅键，并开启小铃铛哦。就来 say。上期聊了 Seventeen 确定型的 I 人和 E 人，还没有看的观众可以点右上角哦。那这一期就说说 Jolo 个人觉得他到底是外向还是内向，不是那么明确的成员们，有的时 I 时 E， 有的 I 中带 E， 或是 E 中带 I， 有的过去是 I， 现在是 E。OK， 我自己都快被绕晕了，那就马上开始一个个成员来看吧。自测 MBTI 是 ISFJ， 成员们给他测也同样是 ISFJ。第一位就来讲一下公认的守護型人格敬汉。这类型在官方的书面分析上说到一个特征， 어쩔 땐 내향적이고 어쩔 땐 외향적, 성격이 왔다 갔다 해서 자기 자신도 자기 성격을 잘 모르. 在队内团综勾引里，敬汉经常很有 sense 的抛接梗，是主导性很强的综艺鬼才。虽然和制作单位的工作人员也很熟，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敬汉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双眼看着成员们说话，而不是镜头。我想应该是成员可以给他带来心理上的安全感。如果来到陌生人含量大于 50% 的街头录节目呢，敬汉的内向人格就开始略微显现。在掌控节目流程的前提下， Q 成员去邀請路人，不但可以保证每个人的节目分量，还能让身为 I 人的自己心情舒畅。不过当 E 人成员邀请了路人，需要说明节目内容的时候，敬汉又可以像销售业务员一样娓娓道来。敬汉的 I 和 E 好像是可以随时随地切换的，这让人有点羡慕呢。第二位 INFJ 小八徐明浩。小八有一个经典永流传的机场小番茄事件，那是在2年前的疫情后，小八和俊时隔许久回中国活动。去机场的前一天呢，俊说自己有吃一个名叫大肠艾的保健品。这个东西我想字面上的意思已经非常赤裸，大家懂的都懂，因为毕竟当事人是 idol， 我们姑且保护下艺人，就点到为止。然后第二天去机场的时候，俊的大肠就开始踊跃表现，一路大概憋了30分钟。到了机场，俊就下车直奔 WC， 而小八则是一个人在 WC 的门口乖乖等俊出来。一开始我还觉得，好久不拍我，把一个比较帅气的那种感觉，对吧？来拍吧。然后结果一直在闪，一直拍，那么多双眼就看着我，哇，就心里突然就感觉就有点受不了了。就感觉好久没见过这样的场面，这大场面，你说都已经做艺人都出道6年多了，什么大场面没见过？就昨天这走个机场，还能害羞。爱人小八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下变成了一颗熟透的小番茄。不过我想对俊来说应该更社死吧，后面我会分析俊的 MBTI 哦。小八是内向性格，我本来是一直都没有怀疑的，直到最近看到他个人上了综艺《青春环游记》，他是这么自我介绍的：参与到新鲜又陌生的团体中，比起担心害怕，更多的是兴奋。毕竟我是擅长社交的东北人。节目开场和其他完全不认识的嘉宾交流，看起来的确没有任何障碍，而且节目里的表现也很活跃。难道他这2年变成了外向的 E 人吗？不过我个人觉得小八本质还是一个 I 人，只是毕竟是一个艺人，就算脸皮白里透着红，也要无所畏惧，大胆表现自己，有更多人认识自己，才能让他的正能量有无限影响力。接下来介绍2个高社会化 I 人，分别是 Hoshi 和 DK。 他们2个人有很多共通点，都是 Seventeen 小分队福硕顺的成员， MBTI 都是 INFP， 对外都宣称自己是内向的，但看到他们的人都觉得他们非常外向。 나는 내가 성격이 은근 이제 사람들 밝다 생각하지만 난 좀 내성적인 거. 成员们听到 Hoshi 内向都会扑哧一笑，
那这位内向的 I 人在自家团综勾引里都是如何表现的呢？这只带有狂气的小老虎，连外向的朋友们是不是也觉得有点招架不住呢？再看看，如果放 Hoshi 一个人出门录节目，点击量快突破2000万的，虽然没准备什么菜，是我还没完全入坑 Seventeen 的时候看到的。有人看完这期节目，真的会相信 Hoshi 很内向吗？反正我是不信的。我非常努力试着去挖掘了下我很内向的 Hoshi， 终于在近期的勾引寻找全顺融特辑寻找到了内向的全顺融 Hoshi。 简单介绍下，这期节目就是类似我们熟悉的捉迷藏，但范围是整个首尔那么大。Hoshi 是躲藏的那个人，其他12个成员分组根据线索去找他。 혼자 있으면 말 못하잖아. 오늘은 날씨가 살짝 어둡네. 虽然这个主题是为了让 Hoshi 成为主人公，给他多制造些节目分量，但没有成员在的时候， Hoshi 的 I 人本性显露，他一个人似乎也嗨不起来了。一直以来和 Hoshi 一样也很愛宣稱自己是內向人的 DK， 對 MBTI 的投入度相當之高。 그럼 그게 12번째예요. 그쵸. 3만원 결제하고 있어요. INFP다. 虽然有一段时间 DK 说自己已经完全接受是 INFP 了，但就在今年4月的某一天开了直播，说自己又测了一次 MBTI。 나는 완전 내향인은 아닌 것 같아. 완전 내향인은 내가 이렇게 할 수가 없지, 그치? DK 你现在才感觉到吗？如果说 Hoshi 是内向的，我隐约还能感受到，那么 DK 的这些真的是一个内向人的行为吗？就算给我钱，我觉得也很难做到。 再看看出门录节目的 DK， 和 Hoshi 一样都参加了，虽然没准备什么菜，我觉得他比2个艺人主持人永之和团员 Joshua 都还要更外向，连性格超疯的永之都招架不住，吓得不停往后退。我翻看了好多物料，真的找不到内向 DK 的踪影，他好像从来都是活力四射的热情狗狗，有用不完的持久电量。 而 Seventeen 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都有几个表现欲极强的显眼包，那就是夫硕顺组合加一个忙内 Dino。2个确定型的艺人盛宽和 Dino， 我上期已经介绍过了。只要看到成员出来嗨的场合，2个艺人身边总是少不了2个 I 人 Hoshi 和 DK。请各位 INFP 出来现身说法，到底是如何可以变成和E可以媲美的高社会化 I 人的？最后要讲的2位是 Seventeen 为数不多的内外向性格发生了变化的成员。首先是从 INFP 变成了 ESFP 的文俊辉俊。2019年在勾引节目里自测的是 I， 俊前阵子在直播中说重测了后变成外向的 E。 但说实话，我在看比较近期的勾引的时候，并没有感受到外向的俊啊。这一期是在室外录的主题，需要和路人做互动，而俊是和 S-Coops、静汉还有 Joshua 一对。上期我介绍过了确定型的 I 人 S-Coops， 他就是很明显的不太敢和路人互动。确定型的 E 人 Joshua 则是可以毫无障碍的邀请路人。这期我介绍的第一位 I 和 E 可以自由切换的静汉，虽然不太愿意主动邀请路人，但可以自然流畅的采访路人。那么 E 人俊在这期勾引中的节目分量表现在哪里呢？ 11 Let's go 看到这怎么看都是一些 I 人行为啊。
其实我是一个 I 和 E 之间一直就是左右横跳的一个类型，状态比较好的时候是 I， 状态比较好的时候是 E。我是觉得我的职业可能活泼一点会更好，所以会很努力让自己更活泼一点，就让你们多看到我一点。OK， 那就来看看状态好的时候俊有多努力吧。 저기요 사이다 한 잔. 单独出门录综艺一点都不慌，反而把主持人光熙差点搞疯了。 고래 이제 고래 다음에 고래最后一位 Vernon 则是从 ENFP 变成了 ISTP。 내가 기존에 알고 있던 테스트는 질문도 진짜 많은데 거기에 또 그 정도를 이렇게 맞게 다 이렇게 표시를 해야 되잖아. 귀찮고 머리 아프니까 안 했던 건데 내가 찾은 테스트는 그냥 답 2개 중에 하나만 고르면 되는 거였어. 그래서 그럼 이거면 그래도 금방 할 수 있지 않을까 해가지고 그걸 해보니까 ISTP가 나온 거야. 근데 혹시 모르니까 한 번 더 했는데 똑같이 ISTP가 나온 거야. 不知道这样的测试会不会不准，但他本人认证 ISTP 的性格特征很多都和自己吻合，那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而且我一直觉得 Vernon 就是内向的 I， 外向方面除了在节目里的美式反应非常夸张之外，他基本上话不多，比较安静，是喜欢一个人独处的类型。平常的爱好是看电影，随便写出来的观后感都有一种文艺青年的 feel。虽然 Vernon 常在哥哥们的世界里横冲直撞，简单来说就是想到什么说什么，非常直白。但其实仔细观察的话，在看似淡定冷酷的外表下， Vernon 是经常会紧张害羞的小可爱。 무용을 약간 이렇게 다 골반 피고 막 이렇게 한다 봐봐. 호흡 주고 이렇게 내려가잖아. 이렇게 내려가는데 버논이가 이렇게 하고 호흡 주고 이렇게 하는데 여기서 사례가 들린 거야. 자체가 그렇지 했는데 지금 콧물이 근데 이게 보이는데 그냥 나도 모른 척하고 和最熟悉亲近的 Seventeen 成员在一起是可以很自在的没错，但绝不能放松警惕，因为这群疯子不知道下一秒会爆料什么，会做出什么让人脸红心跳想要钻地洞的举动。 Seventeen 所有成员内向和外向的分析已经全部介绍完毕，大家觉得如何呢？其实 MBTI 不是性格的唯一标准， I 和 E 也没有好坏之分，我们只需要做自己就好了。 I 有 I 的好处 ，E 有 E 的好处，就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就都是独特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我们下期再见喽，拜。